他说错就是这么说一句的吗？他叫我下跪。然后他说他要来我家睡，那我想说，那总该吃我这块肉了吧，对不对？我们俩在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舌吻大战72回合，就是没有搞，两个人都硬的不行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 Gay to Gay， 我是 Godfrey。大家好，我是亚当，声音那么小的 Godfrey。今天是一个非常难组的局，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找不到人录，所以我又来了。我们邀请的嘉宾都拒绝了我们，因为他怕自己太红了，惹出一些官司，惹出一些是非。这是真的，就像我们上一期下架的那期节目一样，就惹出了很多的是非。我被别人加了微信骂我，你知道吗？所以没办法，就只能邀请我们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嘉宾，他是我们目前节目创造收视率最高的嘉宾，我是你们节目的流量担当，哎，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那我们快点热烈欢迎我们的莱德，耶！大家好，我又来啦。从我刚刚开始的那种柔弱的表现，就应该就可以体现出我们今天要录的主题是舔狗。舔狗这么老套的话题，到底谁想的？是我想的。是来的，你扎这里讲的，你当时舔他的时候还想的，是我想的。这说明你就是经历过一些舔的事情，然后遇到了我。反正我作为 gay 来说的话，多少应该都有舔的，只是舔的地方不一样而已。是啦，其实我也有一些，就看大家喜欢舔哪里。对，但我们今天是舔心灵。不是你刚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是莱德提到的吗？我第一反应就是我有故事，为什么？因为我突然想到了我现在这么风光的我，曾经我多少的卑微到尘埃里的尘埃。它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我的人生原来最初的时候，通过了这件事情，改变了我整个的 mindset， 然后我就突然间就变化了。但是我跟他整个的相处可能就只有2个多月、3个月吧，好像就3个月，我都不记得了，是3个月，反正就很短不长的。短期舔狗，但舔到天际，是不是？我舔到那只是，我跟你说，你们如果做舔狗拿来评分的话，那我现在就是已经在天上做玉皇大帝。不行，我的故事可以跟你比，我觉得。你真的啊？那你先讲你的故事吧。我想讲的那个舔狗的故事，其实那个人第一个我脑海里面想的那个人你也见过。谁啊？就是那个台湾的熊啊。但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值得舔的。莱德，你当时喜欢他什么东西？行吧，就是行啊，因为他肉壮1.8米几，然后络腮胡，然后你知道台湾男生又很温柔。我的那个故事非常离谱，就是我那时候呢就认识了这个，我就叫他台湾熊嘛。你们有多伦多熊王，那这个就是台湾的黑熊，好不好？那台湾黑熊跟多伦多熊王还是有一定差距，毕竟多伦多熊王是个正方形。我刚刚说呢，那个台湾熊王是圆的是吗？不是，它是三角形的熊王，它是常驻型。我先讲我的那个故事，然后再给大家评评。我是这样子的，我是跟他在那个一个 dating app 上面认识的。哪个 dating app 效果这么好？我忘了。Grindr。杰克蒂。哦，现在新一点年轻的观众可能没听过，我根本不知道啊，很古早的啦，请看那个 logo， 可能在这儿。logo， 杰克蒂。然后我就认识了这个台湾黑熊，然后我就约他出来，然后他也很痛快的出来了，然后一看哇，就还是蛮吃我的菜的嘛。然后当时他居住的环境就非常的差，因为他 working holiday 来这边，他就是想挣钱打工挣钱，然后所以他的手头并不是这么宽裕。然后我就觉得他就很心疼他，因为刚好我那时候上班的那个公司的地点也在太古附近嘛，然后有时候我下班晚了就会开车带他出来吃宵夜啊，怎么样啊，然后认识一段时间他不拒绝也不主动，然后我跟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过实际上任何形式的亲密接触。我还很记得认识他一段时间之后，他说他的对象也要来 working holiday 要看他，然后所以他这时候就要从那一个地下室搬出来了，因为他要找一个是有独立空间的地方。然后呢，我那时候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就连他说他对象来找他，我都觉得无所谓。我那刻只是在想说，他搬家，他缺一个烧水的那个热水壶然后他说他晚上没东西吃，然后我下班之后就立刻冲去了那个 Costco 大卖场，然后去买了烧水壶，买了那个热狗，买了买了一堆吃的，然后连同那个热水壶送去他家。殊不知这个水壶那个水壶烧的水我一口都没喝过，就是给他跟他对象喝的。那时候就因为他每天都会给我发短信然后每天都说一些生活上的有啊没啊这些东西但他也不跟你做出实际性的事情嘛，要让你上头去上头。对，然后到最后他对象来啦，
然后他对象来了，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他对象是吃素的啊，但他是一个台湾黑熊，他是不吃素的啊，所以他就会跟我 complain 说，他跟他对象在一起就是很不开心，因为他吃不了肉，然后他们也很素嘛，所以他就很想吃肉，那怎么办呢？他就来找我，让我带他出去吃肉。天啊，就是真正的吃肉，不是不是吃我的肉，你观众现在也有真的吃肉，到底是这是我带他去吃真实的肉食物，吃荤吃了几次之后，他有一天就是真的跟他对象产生了一点摩擦，他说他不想回去睡了，然后他说他要来我家睡，那我想说那总该吃我这块肉了吧，对不对？然后我就满心期待，谁知道这时候他就正人君子了，他说不好，我要睡沙发。哇，当晚有强行的想要去试探他，比如摸他，给他一些信号吗？没有，但是我那天就是我一般当时睡觉我是关房门的嘛，但是他睡在客厅我就没有关房门。我期待半夜有人爬上我的床也没有。你们说我这个故事甜不甜？悲不悲？我觉得这个真的挺惨的。应该赢了你了吧？你的在我面前就是小巫还不行吗？我觉得他这个已经很惨了，就给人家送殷勤，然后正房出现了，当做备胎，然后随时调。他都来我家都不跟我随时出现，让你去请吃饭啊。你们的舔狗做的都不够真正的舔。如果在狗界舔王，就是你狗王，你是狗王。OK， 首先我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Jack D。我们两个是古早龄，真的是古早龄。因为我是来自于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个4线城市小城市的人，然后没有见过什么大的世面，很卑微啊，然后整个人很比较没自信。然后也不知道打扮自己啊。我虽然现在回想一下，要是别人看到我自己看到自己，我也不喜欢。进圈子第1年嘛，然后没有怎么谈过恋爱，所以看到一个人，我就觉得自己挺喜欢的。然后他长相是什么样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就大陆有一个以前专门讲那些女明星坏话的一个娱乐圈的人，叫宋祖德。宋祖德 ，Oh my god， 那真的吃不下。他龅牙哎，他比宋祖德高，他毕竟有1.8米几哈，但就是身材也没有，而且最像宋祖德是牙齿，因为宋祖德老是一个大门牙，所以他真的是龅牙。但他没有宋祖德那么丑，但是也是那种这2个人牙至少在世那个颜值也扣了好多分啦。但如果我们这种样貌歧视别人，会不会还好？没有，不是他值得被歧视，因为他听我说他后面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那时候还是个学生，也就20出头一点，然后刚好就是还是没钱，然后打工，在餐馆里面还打工嘛。他自己给自己说的很有才华呀，怎么说自己是美国名校毕业，然后自己在做生意，开公司，小学就送到日本去留学，然后又精通日语啊、英语啊什么的，反正就说自己很牛掰嘛。然后没见过世面的我听那样就觉得被吼住了，哇，好优秀，他就是 gay 中的精英。他当时为什么出来上 dating app， 是因为他刚跟他前男友分手。他前男友是个韩国人，然后分手完了之后，他心情很差，所以才会这样子过来在上面，然后认识了我在吃饭，这结果可能也不满意吧，或怎么的，然后但是他又没有说跟我停止联系，还是就像你的那个熊王一样，会给我就每天都会发点信息养鱼咯。我自己就是上杆子，我自己就是一个舔狗，因为我觉得人家那么优秀，我就是应该舔人家，就是我这么卑微的思想啊，就是一个下女，我就是个下女的思想，我当时就是一个妹仔，然后他做过很多对我我觉得是有一定伤害的事情，比如说当时冬天多伦多冬天多冷啊，还下着飘飘的雪。他因为他是回民，他不吃猪肉。有一天说他想吃羊肉串，他没有直接叫我去买，但他给了我这些 hint， 意思就叫让我去买。但我自己又愿意做舔狗，那我就说那好，我说我去给你买，但我没车呀。那你怎么去啊？我自己坐公交车再走路，等于说我光到那个店就最起码花了1个小时。最离谱的事情是，来了，我去他家，我以为我可以去他家楼上，直接去他房间就把东西给他坐一坐，没有，我就在大厅坐着，他也没让我说陪他去呀，或者是去他家坐一下都没有。然后最离谱的是，他在 lobby， 就是在那个大堂那里坐下来吃了几口羊肉串，然后边吃还要边要跟我说，他说：“高飞，像你这样子的人哦，我是不会喜欢的。”这是他的原话。天已经够冷了，这是其中一件事情哦，还有另外的事情。我去他家的时候呢，我看到他家的那个毛巾，就浴巾，它有点破了。然后我顺口说，我说哦，我下次给你买一条过好了。但是说实话，我当时一个穷学生哎，也怪我自己，我可能就是随手那么一说，然后我也没太在意。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也是我自己上杆子要去嘛，就是舔狗，然后他就感觉都不是很高兴。但我就问他怎么，他就说。
你这个人做事情是这样子的，你都是在做错的事情。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说过要买，你没买过啊。我说那我忘掉我还买了别的东西。那你就是没有买说过的那个浴巾啊。我当时有点就是整个人就有点好像被他掌控住了，就是被他操控的，我有点忘了。我觉得我就是错，对。然后他对我说：“那不好意思，我错，下次给你带过来。”然后他说：“错就是这么说一句的吗？”他叫我下跪。不可能，你瞎编，你不要瞎编，真的就叫我下跪。叫你下跪啊！他真的把你当做一个木卫仔呀！我要下跪。不是，等一下，高飞，你做了没做？我有单膝跪了一下。不可能，你还是跪了，我瞧不起你。真的，我跟你说，但是你们要前提条件就是我是一个4线城市大陆过来的，然后我爸爸妈妈从小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穷养，我爸妈他们就很辛苦挣钱的那种家庭，所以都不想浪费钱，所以我能出国留学，我觉得我都已经是大逆不道，花家里好多钱的概念。那你是在下跪的那一瞬间想到这么多事儿吗？一边下跪一边想到。但是说句实话，我真的不爱他，我只是因为没有谈过恋爱，看到一个人我就觉得我很想谈恋爱。然后真正这个事情在这个2-3个月之后爆发的事情，是我醒悟过来的是什么原因呢？他跟我的一个那个好的女朋友，也是相处的比较好。然后呢，他私下找我那个朋友去吃饭，然后他就跟我女朋友讲说我多少没水准了 ，low 啊，又不洋气啊，又土啊，然后就说我是不会喜欢高飞这样的人的，但是呢，他很好用。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跟我朋友讲这种回话。他知不知道你那朋友跟你很好？对呀、我知道，但都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都有时候可能是我朋友故意问的，然后他会说吧。但 whatever， 他说完之后，我朋友后来跟我说这件事情，然后他还说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些阿杂户，就是很没档次。只有我这个女生朋友稍微好一点点，他稍微看得起的。然后我身边那几个女的朋友就开始说高飞你就是脑子进屎啊，你就是屎逼。后来那天晚上，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女生就是大大咧咧那种，高飞现在电话拿起来打他电话，轮番着要骂，然后好样的，电话打过去，然后那个女的，第一个就是我当时的室友，她名叫 Alice 第一个先骂，她就说你这个逼货，你想什么？你什么人啊你？怎么吗？然后就给另外一个北京的女的，那北京男说傻逼，你他妈就是个傻逼，然后说高飞你骂，然后我说你傻逼，我说你什么鬼人啊？怎么，傻逼一定要破音，傻逼，骂他，然后就把他挂了，然后就从此以后再也没相见了。啊！我听完这个故事，我真的虽然整个过程不好，但是最后这个 ending 非常解气。我觉得这种事情也只有我们小时候可以做的，就是一帮姐妹，然后就骂。对，我觉得真的很爽，很爽。但还有最后更离谱的事情，一个反折点来啦！但是因为我经历过它之后，我就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越来越有自信度了，然后我不停的 dating，然后我 dating 到了谁？他那个韩国人。从韩国人嘴里我才知道。他压根不是什么美国名校毕业，他压根就没有读大学好像是没有读大学还是没毕业，反正就是压根就不是什么那个名校。然后他说他在日本留学嘛，后来他又在 dating 的 Jack D 又 date 到了我的朋友，然后他跟我朋友讲他日本的故事，说他是日本，你知道当年日本不是在侵略的中国的时候，不在东三省那边会有一个那个遗孀吗？遗孀什么？他对他跟我朋友说他妈妈是日本的，然后是遗孀，后来又去了日本。他跟我说的是他爸爸是上市公司很有钱的老板，反正就是那种大老板。他是因为从小喜欢日本，他爸爸把他送到日本了，又同意把他送到日本去留学。就这个故事都有好多个版本。等一下，这个人还在多伦多吗？我不知道。我好想知道这人是谁哦！我当年就真的就是太小了，不懂事情在那边。就这个事情，你说我舔狗舔到有没有份上了？高飞这个故事赢了我的故事了，事情吗？我觉得是我的舔狗就是很纯情的舔狗啦。其实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个，这个故事就是放在我心里很久的故事。我如果说真的说我舔的故事，就是那种安静的远距离舔狗。我们两个是接不上话题了。他说我的舔狗就什么都没有做，那都舔你个鬼啊！那我们让观众来评判一下，我这个算不算也是一种很安静的舔狗？其实那个人是我在有一次去新疆出差的时候，我们通过 Grad 认识的。然后我一看 profile，在美国留学的一个 PhD， 然后就聊得很开心嘛。然后他有英文嗨，然后我们俩就约到了我当时在的酒店，我们俩就见面。一见面的时候，我们俩就是爱得不行。但是那段时间正处于我的一个纠结期，我就说，如果我很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一定不要忍住，第一面不要搞。所以当我们俩在床上翻来覆去，舌吻大战72回合，就是没有搞，两个人都硬得不行了。这个时候就是在乌鲁木齐，但再到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认识他。
但我们俩很快在网络上什么都在聊的，比如说他跟我聊他的身世啊，比如他也在跟深圳的一些故事啊。然后回到美国以后，我们俩其实还是保持了一段时间联系了。他回到美国时，就一些对话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又无聊了，就变成啊你在干嘛啊？他说我要开车去哪儿。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再问他你在干嘛，他说啊我又开车去在哪儿。当下就是火花闪电那一刻，真的很觉得很喜欢对方，但其实又没有真的很扎实的两个人的相处的机会。然后就分开了以后就没有可以聊，因为本身的基础就薄，就很薄很薄。其实只是说大家在互联网上，然后互相聊啊。像我是这种把感情放在内心深处很深的人，我就是觉得我当那段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我就是每天会想要去说给他发信息问他你还好吗？但我全部忍住，我能够忍到半年的时间。可能在别人生命中你早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放下他了。然后我就猛喝酒，我就在酒桌上跟老板猛喝酒，你知道吗？老板的酒因为也不要钱，就可以多喝。我一边喝完以后就非常的醉，然后一边就是坐着还要从香港过关到深圳去，然后坐在路上就一边哭啊，然后一边感难受啊，一边回到家，然后睡了一觉，我告诉自己说，今天晚上之后，第二天我就不要再做这种感情上的舔狗，无声舔狗。然后真的那一晚过去之后，我就是完全放下，然后已经开始打开个人的了。但是你跟他半年你不联系他，他也没联系你，他也没有联系我，那就说明他也不是很喜欢你啊，就是对你没什么太多感觉，就是能感觉到大家的互相的那种热情都是认清现实了，对，大家就是认清现实了。我也为你哭的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他哭，他因为我们有一次大吵架，然后我也是一个人哭的不行，也是喝完酒哭的不行。我先讲我哭的那个部分。我们俩大吵架，是还在我们在深圳的时候啊。我先讲我当晚的事情。我当晚就是吵完架10点钟11点，然后才杀去酒吧，一个人坐在那儿哭。我就是什么都就站那儿，然后喝完了一杯，然后再点一杯，喝完一杯再点一杯，然后一直哭到2、3点钟，然后回家。但因为什么事情啊？这才是重点，说谁要 care 你哭多久啊？什么事情嘛？因为我因为吵架的原因是因为我玩游戏。好，那天晚上吵架是这样子的，听观众朋友们还有高飞评评理，他那段时间呢正在准备升职啊，然后他那个升职的谈话就约在吵架的第2天，然后那天呢他就说那8点半你到我家来。然后我们就聊一下，一起想办法，说明天怎么跟老板去谈这个薪资啦、待遇啦什么，去谈这件事情。8点半到了，然后我一进他家的门，他就哒，头都不抬。那我说那就等你等了。然后我说那你这个游戏要玩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要谈这件事情？他就说9点半。好，那我也就给他9点半。对，我就等到9点半。等到9点半，他还是哒，头也不抬。我说已经9点半了。他说没事的，再等会，然后就等到10点。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后面我就走了。我说你不要今天不要谈，我说以后也没什么好谈了，你就这样子吧。你说值不值得生气？值得生气，但也没有到这么夸张啊。在那天之前，他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了。其实还好啊，我都不记得升职，我都不记得吵架，因为我记得啊，我都不记得那个吵架事情，我只记得。哎呀，我记得游戏了。因为我是想说，身为你的另一半，我觉得你这么大人，你要分得清楚主次，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舔狗，别吵架。我现在被他们俩开在中间，我有点很为难，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说。好了，那就留给观众评理了。就你让观众去评理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想想看，一个为了游戏，不顾自己的前程，也不顾别人感受，这个情况下你不会生气。可是一个为点游戏小事情，马上就要到决裂的成分，这又值不值得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世纪大难题。我们的爱情该如何走向何去何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你们来说一说。留言。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聊的话题，欢迎给我们留言，或者对于我们你有什么想知道的故事、想要提的问题，都给我们留言吧。下期再见，拜拜。